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 Awesome 第一眼，我是阿茂。今天呢，来给大家看一双旧的新鞋。其实有挺多东西在我周围的哈，没错，就是这双鞋。那么为什么是这双鞋呢？当然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没剩什么鞋可以做内容，而是因为我们拿到的这双是非常特殊的样品，就是这里。那么为了这期节目呢，我也特地去找了这双鞋的设计师 Robbie Fuller 聊了聊，来确保我们获取故事的准确和真实性。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年，也就是差不多3-4年前的一些故事。而这个鞋底呢，我们一会儿再聊。那让我们先说说 Robbie 是怎么被安踏招募进公司的吧。那么很多人会认为 KT3，也就是这双鞋，是 Robbie 在安踏设计的第一双鞋，也会说，顶级的设计师就是不一样，来了之后 KT 系列一下子变成了另外的一个全新的面貌。为什么说是全新的面貌呢？我现在拿出前2代鞋子，前1代吧，你应该能明显感觉到，首先它来自不同的设计师，其次这双鞋子还是大家印象里比较常规的那个时代的安踏鞋，而这一双我记得当时可能网络上绝大多数人的评价都是它不像原来的安踏的产品。那我觉得这就是设计师的作用。那他是怎么被招募呢？其实还要从一通电话讲起。那据他所说，他当时在打高尔夫球，然后接到一通电话，是一名猎头，很显然就是受雇于安踏的猎头了。那么那个猎头说，当时在中国非常大的品牌想要寻找设计总监。那么经过他们之间的一些对话交流之后呢，他就把自己的作品集啊、简历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发给了这位猎头。那么比较不寻常的是，在非常非常短的时间，据他回忆，大概也就有30分钟之后，对面就回电话了，说这个对于他们这个公司现在的需求，你的能力呢，你的经历呢，显然是符合的，甚至有点过于符合，有点太厉害了。那当时他还在美国，那猎头就问他能不能从美国飞去中国来类似面试一下。那么很显然，后来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安踏给他的职位的提供的 offer，并不是设计总监了，而是创意总监。那剩下的就是 Robbie 自己决定要不要去了。那他告诉我说，他在客厅里跟老婆商量到底应该如何决定。那么其实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今天让你去另外一个国家，我们就反过来说，比如说你今天要去美国工作了，对吧？你想象一下，你的朋友、你的家庭怎么办呢？对吧？能不能适应工作呀，或者是生活习惯，可能都需要改变，包括语言沟通上的问题等等等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就是 Robbie 的小孩刚刚到了要上学的年纪，那他好像当时已经在美国的学校已经入学了。那这就是有非常非常多复杂的事情。我当时想到就是说，我问他，其实很多来中国工作的外国人都可能是倾向于他自己过来，然后家庭呢还是留在原本的家乡，然后时不时的可能两边飞来飞去去照看自己的家人。他说呢，当时其实有人给他提过这个方案，但他觉得他这个小孩所处的这个年龄阶段比较重要，那他希望无论去哪里都是一家人可以一起。那么最后的结果显然你们都知道了，他选择接受这个 offer， 然后整个家庭都搬到了厦门来生活。那他的孩子也到厦门来上学了。那据说甚至现在好像中文已经说得不错了。据他所说啊，他说他现在的小孩可能已经比他的中文要好了。虽然是如此顶级的设计师，那也是有自己的实习期的。他说，通常在这样公司是6个月的实习期，来看他能不能匹配现在的工作。那么他其实也跟我透露，他当时自己是有点紧张，因为他有点怀疑自己能不能胜任这份创意总监的工作，因为对他来说，原本可能在上一家公司，可能只负责设计的部分，或者是带领团队去做设计，但是做创意总监那就非常的不一样了，可能工作上的挑战是非常非常多且复杂的。他说他的上一家公司的某一位总监吧，然后就告诉他说如何更好的去完成管理和引领整个公司的这样的工作。那他提到了2个单词，一个是 confident， 也就是自信，另外一个是 charming， 就是有魅力的。对，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一个好的领导应该做到什么。OK， 那我们现在就要说回 KT3这双鞋到底是不是 Robbie Fuller 在安踏设计的第一双鞋了？那我既然这样问了，显然答案是不是的。因为他来公司的时候，
其实当时安踏正在进行一个跑鞋的项目。那当时他作为公司的新人，然后也有被询问说，哎，你觉得这个鞋子怎么样？那他就尝试把这个鞋子的鞋面重新设计了一下，保留原来的鞋底，换了这个鞋面。然后结果呢，鞋子卖的是非常非常好的。那这件事情听起来不是特别大，但据他所说，这件事情的反馈给了他很好的信心。那其实后来，当时正值隆多5代的设计，那他也有介入。那么按照 Robbie 的原话 ，KT3 其实是他接手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重大的项目。那 KT 之前的前2代鞋子，也就是刚才我拿出来的，其实是由安踏在海外的签约的一个设计公司去完成的。那当他入职的时候，其实这个设计公司已经开始设计第3代了。那他也跟我说，他其实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他没有看过那个公司设计的鞋子在那个阶段是什么样子。什么鞋子呢？我们也拿到了这双鞋子，就是这双。那么我想应该没什么太多人见过这双鞋子。从今天回过头来看，等于说当时有2条线同时在设计 KT3，再最终决定他们要把哪一双鞋上市。那我听到的坊间传闻是，当时这双鞋已经设计好了，然后他来了之后用这双鞋顶替了这双鞋。其实这个传闻是有部分不准确的，那我也求证了它的设计的确是被选中了，而且是在3双鞋里。那第3双也是 Robbie 设计的 KT3 的另外一个版本，他有给我看当时样品鞋的照片，我现在也放在屏幕上，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在3双鞋里，既然有一个胜出，那其实就应该有个评委，对不对？那评委是谁呢？评委就是克雷·汤普森本人。那据他回忆，他是在见 KT 的当天，他还见到了美国的那个团队设计的这双鞋子。很显然呢，我手边的这双鞋还是有非常非常多 KT 前2代产品的影子。那这双鞋子在当时他试穿的时候，也有他很喜欢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袜套的设计。于是乎，袜套的设计被沿用在了 KT4 代上。那 Robbie 在聊到这段的时候，其实他有点怎么说，有点小情绪了。他说当时 KT4 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质疑说啊，你用袜套怎么样，因为当时同时期有一些篮球鞋也用了类似这样袜套的设计。那因为他知道袜套的选择是在3代的之前1年。对，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讨论3代，但3代设计的时候其实是3代发售的，可能在前差不多1年，所以他知道袜套的决定他们大概什么时候做到的。那他看到网上可能有很多评论说抄袭啊，或者有人说为什么只是跟着别人走啊之类的这样的评论，他当时也很伤心，然后也很难过，但他也不知道跟谁去解释。但好歹有这样一个证据吧，所以他在聊到这段的时候，他有点情绪，有点小激动，说啊，不可能，怎么可能呢？而且大家讨论的另外一双鞋子的设计师也是他的好朋友，他说他没理由做这种事情啊。对，而且其实熟悉 Robbie 的人，你应该知道他原来都设计过什么样的非常疯狂的产品，对吧 ？OK， 这件事情不说了，那我们回到这双非常特别的 KT3代上，我手上拿到的这个产品。它是 KT 的尺码，所以它其实非常的大。为什么说它非常大呢？我拿出一双正常的鞋子，可能你们有一个参照。对，这是一双常规尺码的鞋子，这是 KT 的脚。顺便大家可以再对比一下，哎，我把2代也拿上来吧，对吧？这是1代跟2代，这是3代。那这双鞋子除了尺码非常大以外，基本上已经非常接近最终的试售的版本了。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是在一个安踏的设计部门的同事，应该是设计师穿着，然后当时我觉得，哎，鞋型还挺特别的。在这里，我的特别不是夸奖，说那双鞋好看吧，我其实个人不是特别喜欢，因为感觉鞋型很三角形。对，那你说不好看吧，其实我也没什么理由说到底不好看在哪。怎么说呢？大概就是你没怎么见过的鞋型轮廓的那种不褒不贬的中性的，你觉得哎挺特别的。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当我看到 KT 也就是克雷·汤普森本人穿上这双鞋的时候，我觉得这次一点也不中性了，特别好看。所以到今天我都依然坚持这双鞋子一定要尺码大一些，才能以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或者是以一个比较好的比例
来呈现出这双鞋整体鞋型的特别。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大家很想看的，我们一直没讲的这个鞋底的特殊设计。有人可能会猜测，这样一个像弹片一样的设计，是不是为了增加弹性，然后可以让穿这双鞋的人跳更高？在这里可以告诉大家，不是的。我们看这个部位的角度的话，它其实是稍微有点支出来的。那么如果让这个部位去平稳的贴地的话，你会发现鞋子自己有点变成了踮脚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当在球场上形成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对的，就是 KT 在投篮的时候脚的状态。那么顶级的球员其实为了更快的出手，或者是制造投篮的空间，在那个过程中一定是前脚掌着地的。那在这一点上 ，KT 可能他的打球方式是让大家能最明显感受到这件事情的。Robbie 也跟我说，他当时可能看了一集 ESPN 的节目，叫做 Sport Science。那个栏目，如果你看过的话，大概就是讲 NBA 球员，比如说他可以跑多快啊，然后有一集就是讲出手空间的。他说很多球员在投篮的时候面临封盖的时候，可能球在距离被盖掉投出去的空间可能就是几厘米，可能很小很小。所以呢，他们开发了这样一个造型，来尝试辅助像克雷·汤普森这样的球员可以完成更好的运动表现，可以帮助他可能提升一点点稳定性，提升一点点速率，可以更快进入投篮的这个准备的时间。那其实当你平稳地站在地上的时候，那它又因为有体重的压迫，它这个地方是有弹性的，于是乎它又会变成一个平的这样的一个鞋底。那 Robbie 在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桥的例子，就是你去看在今天也好，或者是以前的各种各样的桥梁啊，通常即便看起来很平稳，那个桥也会是微微有点弧度的。这样的设计就是为了增加这个桥的承载的这个最大的重量。啊，这个地方他当时的想法也是这样的。那很显然，安踏也已经把这个鞋子的外底做出来了。那我们知道，开发一套外底其实成本也是不低的。好像我们一直在说这个东西的概念有多好多好，为什么最后没有应用在市售的产品上呢？那 Robbie 告诉我，当时的原因是，当你研发了一个全新的结构或者是科技的时候，通常是需要非常非常大量的时间的。那他说，当时 KT3 的上市时间已经迫在眉睫了，所以他们没有时间去做大量测试来确保这样一个结构，是不是会有问题。比如说，我跟他说，你这个鞋子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在后退的时候，这个地方刮到地板，会不会摔倒之类的？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其实后退的时候应该也是前脚掌点地吧。他说他不知道，但是作为一款运动的产品，或者是说作为一款篮球鞋来说，你不只是把它设计好看就 OK 了，你需要它最起码首先要满足基础的运动表现，然后再想通过各种各样的设计去提升这样的运动表现。这就是可能篮球鞋啊、跑步鞋跟我们日常穿着的鞋子不太一样，设计篮球鞋的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也说，这就是为什么无论一个什么品牌的任何一个科技在发布的时候，可能设计师啊或者开发人员都会说，我们花了什么5年，我们花了8年才完成的原因，可能他们设计很早就完成了，但去尝试证明这个设计是真的有效的，并且没有任何，我们就叫它副作用吧，就是你即便能提高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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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性能或者是表现，但只要有一条副作用，或者有可能的副作用加引号的副作用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不能被使用的，因为你不可能让运动员去冒这个险。无论怎么样，他们当时没有沿用这个版本，而是开发了一个新的底，可能跟神马可能差距有点大，但还是能看出来的。他们把中底做了一个填满的这样的设计。无论怎么样，反正最后没能使用这个还挺特别的科技的这个版本。那他跟我说，一直到今天，他们依然都还在不断的去尝试更新这个想法，只是这个尝试可能带来的研究成果，有一些用在了可能不是篮球，而是其他的产品上，比如跑鞋上。甚至到了今天，因为这已经是可能3-4年前的产品了嘛，那到了今天，材料啊、供应商啊、供应链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升级和变化。那今天最终你可能看到的结果，跟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3-4年前的东西，可能已经视觉观感上完全无关了。但其实现在的新的东西可能是有当时那个时候研究的这个贡献，说不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我们能看到以另外一种形态出现的这个 A-up 的这个科技。那后来呢，我们聊了很多鞋底之后，他也说这个纹路是当时设计师做成的这种水的波纹啊，等等等等。我们也聊鞋面，那这个鞋面最早的时候是应用在一双跑鞋上的，应该是17年的一双跑鞋。后来他们把它重新设置了编法，但是技术用的还是这个技术。我们还花了一点时间聊了这个标志的放置，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会感兴趣，因为设计的一些细节，有的时候你很难去量化的说这个地方放在这儿就是比那个好看。他说他当时刚去安踏的时候，走进安踏的店里，他说觉得所有的安踏鞋子几乎都是在差不多这个位置放置它的标志。那比如说像这个。他说标志如果放在这儿的话，会显得这双鞋的重心很靠后，然后视觉观感会觉得很沉重。当然这双鞋子怎么这么重啊？对，这双鞋子是非常重，但他说视觉会显得很沉重。那当然绝大多数安踏的鞋子在那个时候可能都是标志放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当时很早就想好要把安踏的标志放在鞋头的位置，然后通过了几轮设计之后，它放在这儿之后，整个中底的或者说外底的轮廓也做了相应的调整。Robbie 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他说，假如这个安踏的 logo 再往上移动一点点，那么这个地方的曲线理论上也是要有相应的变化，可能它就要没这么深的这个弧度了。对，它刚好让安踏的这个 logo 的末端跟这个弧度有了一个这样的相呼应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对，所以你看起来它是非常舒服的。他对安踏的标志的处理还是很有执念的，你也能明显的感受到。比如说，无论今天是不是他亲自设计，那你比如说想一下海沃德的鞋子啊，比如说 KT 后面的几双鞋都可能看不到特别明显的，只有一个很小的 logo。那其实说到这里 ，Robbie 也有跟我分享说，他做 KT3的时候压力其实挺大的，因为前2代的鞋子不管设计如何，还是 KT 在赛季表现的如何，销量其实是对于设计师来说一个比较实际的、比较明显的数字的这样一个评判标准。就是你设计的再怎么好，如果卖的不好的话，可能从品牌的角度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去质疑你。当你有一个很保险的选择的时候，那把鞋子比较激进的改成这样，它还是很不确定市场的反馈到底会如何的啊，这就是一步非常冒险的棋，因为那2双鞋子已经被市场测试过了，那你很容易去类比说3代我设计的跟1代2代差不多，好不好不知道，但它至少不会差，那其实是很稳妥的。那再看这双，你其实不难想象当时 Robbie 怎么说面对的压力吧，你也能看出来安踏还是非常非常信任他的。他说他当时还跟我开玩笑说，如果真的这双鞋子卖的不好，可能我们那天的采访，我跟他聊天也就不存在，他可能都已经不在中国了。那我后来也问他 KT 对于他自己穿的鞋子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那他也是挺认真的想了一阵子，然后他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说，比如说很轻，他说，要轻，但是 KT 有要求自己的鞋子不能太轻。然后他后来想了好久之后，给了我2个单词，一个是 comfort， 就是要舒服。那另一个呢是 confident， 也就是有信心、放心，就是他在场上做任何动作他都不会担心。所以我们后面看到经常会有一些袜套啊，然后魔术贴啊这样的锁定的结构。聊到这儿的时候，他又说，其实怎么说呢？他认为差不多每3年是一个周期，无论对于球员本身的习惯和审美，又或者是对于整个市场来说，那3年差不多对于一双签名鞋来说就需要有些变化，你不能一直做类似的设计语言。他当时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 KT 原来是完全不能接受低帮鞋的，就是你如果在网上还能找到，应该是5代也有一个非常高的版本。他说那个是他故意设计的，但克雷说 ，man 这个鞋子我穿进去太麻烦了，对，然后于是乎他们把它降到了一个常规的这个状态。所以克雷汤姆森可能是
在那个时候是不喜欢穿低帮鞋的，他一定要有脚踝的保护。但是他说最近，他说他有点变了，他说他好像又有点开始喜欢穿低帮鞋了。所以，对，他用这个例子来证明说，大概可能3年是一个周期，那人的喜好、人的审美，整个市场的审美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如果你一直照着旧的那个东西去做的话，就会出现问题。对，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OK， 那这期节目就到此为止了，希望大家喜欢，拜拜。